极地探险游轮，我们需要花费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万把块美金一个人是分分钟的事情。所以在大家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想要去极地做一场游轮探险的过程当中，最多的问题就是哪个月份、哪个情况下是最稳定的。我想在这里把这些问题全部都交给科学家来回答。我是美国海洋大气总署的海洋学家，你付钱请我去南极，我都不去。来，告诉我为什么？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已有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已有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啦、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已有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已有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已有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今天又请来了一位海洋科学家 Philip， 谢谢 Philip。谢谢EO。要请来 Philip 很不容易，然后 Philip 曾经是 Viking 探险级别的游轮上的海洋科学家，他要负责在游轮上进行科学研究，并且要在游轮上跟游轮上的乘客，哈，是探险级别的游轮上的乘客啊，来上科学课。那又非常荣幸今天请到 Philip 来到有游轮旅行活攻略的频道，来跟我的观众来上一下跟南极探险游轮有关的课程。好，我们先有请 Philip 来自我介绍一下。EO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 Philip，last name Chu，CHU，我姓朱啊。嗯。我其实不是替 Viking 工作，我是美国海洋大气总署的科学家，我是海洋学家。那因为Viking 跟美国海洋大气总署有合作计划，所以我就被邀请到 Viking 的Expedition Cruise 那条新船叫做Arctantus 南极星号3个礼拜。那在船上与游客互动，顺便做一些科学的实验。那我们今天没有给 Viking 打广告的意思哈，因为在 Viking 的探险级别的游轮上是有这么一个叫做 The Science Lab 的地方，是真真正正可以在游轮上进行科学研究、科学实验、科学探索的这么一个 program。是可以让整船所有的乘客直接的站在科学家的角度，来跟科学家一起，非常特别的 special 的经历，可以在这个邮轮公司上实现的。那我想问一下，普通乘客都能够在邮轮上体验叫做公民科学的这个 program 里面，大家能得到些什么呢？我觉得 Viking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会非常鼓励所有的游客去学习新的知识。你到了新的地方，你就了解那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甚至你如果到了一个地方，你要知道那个地质是怎么形成的，湖泊是怎么形成的，海洋的状况是怎么样。这2条探险船，它有实验室，它还有一批科学家，所以一条船上通常都会有3位科学家，然后还有一整个 team 叫做 Expedition Team， 每个人有不同的专长。那有的是地质学家，有的是生物学家，有的是海洋学家，有的是气象学家。这些科学家每天就是不停地跟游客互动。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2个例子，就是我在 Viking 的船上都做些什么。因为是与海洋大气总署有关，所以我们会在船顶上每天早上7点半要放气象气球。因为你如果平常在气象站都是在陆地上，在海上或湖泊里面基本上没有测站，那你怎么取得这些非常稀有的资讯？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游轮上面，然后时间到了你就放气象气球上去，船上就会广播说现在科学家要在那个 upper deck 最顶层甲板要放气象气球了，有兴趣的游客大家上来看。所以不到7点钟就100多个、200个游客，然后他们准备好咖啡，每个人手上一杯咖啡，然后就看我们准备好放氦气，然后把那个气球弄大，然后把仪器放在气球下面升空。因为那个是全球都是要同一个时间，
放那个气象气球的。啊所以一定在我们那个放气球的时间是早上7点半，大家都很有兴趣看那个气象气球是怎么放的，因为也是有定位系统，然后嗯有很多感应器在上面。嗯，那气象气球一直放上去，越升越高，然后它会测量什么温度啊、湿度啊、气温啊，然后气压各种的气象参数，资料传回来以后就可以改善气象预报的状况。那我还另外负责一个，我把海洋的浮标。然后上面就像个风筝一样，然后你上面装一个卫星定位系统 嗯，GPS，把它丢到海里去。到目前为止，我是唯一一个科学家在 Acanthus 船上可以从船上丢东西下去，因为我丢那个浮标是科学实验仪器，浮标丢下去以后，它不是有卫星定位吗？那个浮标随着洋流流到哪里，你随时都可以知道它现在的坐标跟位置。好，气象气球放上去了，然后嗯海洋游标放下去了，他们就自己不停的测量东西，然嗯，后所有的人就回到船上去。它里面有一个类似像 Expeditional Central 有一个大荧幕，有兴趣的你在那个荧幕上马上就可以看，说这个气象气球现在在几百尺、几千尺，然后它的数据是怎么样，它收集到什么哦，东西，然后也可以在一个 Google Map 上面，我刚刚丢下去的 GPS 浮标。啊哈，大家就可以看哦，现在这个浮标在什么地方，跟着流场的方向怎么转，转到哪里去，转多快。我们每天早上就可以看哦，这个浮标我们昨天丢的，今天到哪里了？所以，哦，所有的游客其实他们都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啊，他们知道你要怎么样改善这边的天气预报，你们要怎么改善这边的湖泊或海洋预报。就是要放这些仪器进去，收集的资料要传回总部去，然后再放到电脑模型里面做预测，报出来的预报才会比较准。对，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它一方面是又给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工作的场所，一个对工作的环境，一对方面还能够让自己的乘客现场体验、现场观摩整对，个科学家工作的过程，哦，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Viking 跟海洋大气总署还有嗯。其他科学或学术单位合作是是是，的过程。那你们得到的科学数据，最后是会上传到像这什么，就是一些权威的机构，是因为之前 Viking 有说过，他是会跟剑桥大学去做合作的。你们工作之后得到的结果和资料上传到这些官方部门吗？对，直接都传到那个 NOAA 海洋大气总署的总部，或者是它有一个 Central Database 一个资料库，这些就是所有的 drifter，不管你在哪里放的，它都有一个 ID，然后它现在在什么地方，是谁放的，放了多久的，都有资料的，谁要用都可以用，都天哪，可以拿那就来做海等于是说，洋研究。在这一趟游轮上体验这场游轮旅行的乘客，他不单单只是自己的体验，他还见证了历史，见证了是。科学的这一瞬间发生像的这我要丢些事情。仪器的时候，我还请了2位游客，我们两个一起把那个浮标一起丢下去，他非常非常的高兴，然后他的家人还把这个全部都视频拍下来了，然后也在 Instagram 跟那个 Facebook 上面必须要，必都拍了，须要，必因须要公为这个是告世界，我干了这件事情，我为人类的科学记录做了这么一步哈，扔了这么一下，非对改常有意思。改我觉得善气象预报跟海对对对对洋预报。对对对，我觉得 Philip，你要更进一步的介绍一下你的专业。我们搭邮轮嘛，对不对？跟我们的海洋有关的，你的具体的专业涉及到哪一些部分？我的专业我是做嗯海洋气象预报的，像刚刚那样子最原始的收集资料，资料收集来了以后，你要放到那个电脑模型去做预测，可以预测天气，可以预测海洋。那预测海洋出来的就是像海洋的水位啊，嗯然后海浪的高低啊，然后海啊水的温度啊，海冰的啊。多少啊。所以游轮今天之所以在海洋跑来跑去，都是因为有这些很准确的海洋气象预报，你们才可以安全的在船上航行，或者是到你想去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又为大家请来了这么一个专业的权威人士哈。我会有今天的这个设想，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跟 Philip 代表我
频道所有的观众来请教一下关于极地探险游轮我们最常会遇到的那些问题。我们普通人认为不可测的特殊的情况，哪些时间段，或者是在哪一些月份，或者哪一些海域，它是风险最高的呢？因为今时今日哈，我们要搭一极地探险游轮，我们需要花费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万把块美金一个人是分分钟的事情。在大家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想要去极地做一场游轮探险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排名第一个来问也有最多的问题就是哪个月份、哪个情况下是最稳定的。我想在这里把这些问题全部都交给 Philip 科学家来回答。我这样子跟你讲好了，我是海洋学家，你付钱请我去南极，我都不去。来，告诉我为什么？极地探险它有它的危险跟风险，就算你有再多钱，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那个地方的天气、险恶的海象。先讲回刚刚EO喜欢跟大家提的晕船。好，晕船要从两个地方来讲，一个是人，一个是船。人有的人你知道吗？就是很容易晕车晕船嘛。有的人你怎么样摇晃他也没事嘛。那你要先了解你自己到底是容易晕船晕车的，还是不容易晕船晕车的。这个地方解决了，你觉得哦，我是 average person， 我不怎么会晕船，不怎么会晕车，那你就觉得哎，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坐游轮。那游轮大家说，那游轮为什么在游轮上会晕呢？那一定是船会动。船为什么会动呢？一定是水会动。水为什么会动呢？一定是风在动。对，无风不起浪。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大风或者是台风，才会把那个洋流弄得很大，或者是波浪弄得很高，大船小船才会摇来晃去，你在船里面才会晕船嘛。归根结底就是风。你如果风大，你有台风来，你船再大都没有用，都还是会晕。前面、后面、中间、上面、下面都一样。OK， 如果要晕船，你在船的哪里都会晕。如果不晕船，大船也 OK， 前面也 OK， 后面也 OK，小船也 OK。气象预报要准，然后船长要知道避开台风要来的航线，就是这么简单。南极的问题是，你到南极的那条路上的那个海洋跟海象，它的气候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很糟的，洋流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很强的，所以你就算花再多钱，你要运气非常非常非常好，才有可能很平安的到达南极，否则你通通每天都在海上，然后你还要躲那个飓风，还要躲那个强流，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极地探险船它有它的危险性在里面的，不是像你坐个大船到加勒比海，每天风平浪静，都是80-90度，然后阳光普照，那个海象跟气候都是非常非常恶劣的。我服务的那条 Viking Arcturus 南极星号，它就是在五大湖4月到9月走完之后，它就是走大西洋，然后9月到隔年3月就是在南极。那个都是要特殊装备，每个人都要穿特别的衣服，每个人都要穿特别的鞋子。你下船你还要消毒，你上船你也要消毒，而且进了南极，你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下去，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上来，规定非常严格，然后也非常多。我其实不推荐大家去南极，那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是我的频道开了这么久，都没有单独的一集去讲，就是探险级别的南极邮轮航线。我也是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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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顾虑在里面。也正是因为最近这几年，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很多人愿意付非常昂贵的代价去一趟南极探险，对于他来讲，可能就是跟自己要去炫耀一个别人买不起的包包，那是同一个概念。对，那当然也会有很多人，他真的是为了要去满足他的人生的一个愿望，哈，一个人生的一个梦想。
好，他去到南极，那我也有很多人来问也有，我都是告诉他说，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你是去探险的，你不是去享受豪华游轮，跟刚刚 Philip 讲的去趟什么加勒比海那些时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那如果你这一趟绝大部分情况下都风平浪静，绝大部分规定可以登岛的地方，您都平安能登岛的话，嗯，这个是不是可以足够回来买一趟彩票了？那是运气非常好。我还是这句话啦，就是 Philip 肯定应该也是同意的。当你遇到风浪影响了你这趟旅行的话，没有必要去投诉，没有必要去跟邮轮公司去争去抢，因对为这是自然应对，天该。有不测风云，邮轮公司没错。也没有办法控制天气跟海象。那 Philip，如果说我们一定要讲一个南极，比如说南极半岛吧，对吧？嗯。绝大部分的登岛的游轮都是围绕着南极半岛来说的。那如果说有这么一趟旅行，我一定要去的话，那通常几月到几月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呢？11月开始到隔年3月，我这样子说好了，嗯很多地方不管是亚洲、欧洲、加勒比海，他们的气候是比较稳定的。你很清嗯，楚的或地中海，你很清楚的了解合适游轮的季节就是几是，月几月，但是极地气候就非常难讲，因为它的变化太快。嗯那你知道现在气象预报已经比以嗯，前预报进步很多了，是的，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预测超过10天或2个礼拜。没有到10天或2个礼拜，其实你不知道你的船期会发生什么事，天气稳不稳定，会不会是的，有什么大风，会不会有什么大浪，或者是很强的嗯洋流。但是纬度那一段要到南极的那一段的海域，就是天气是非常不稳定，洋流也是非常强的，所以你就是要有做好晕船的准备，肯定要晕船的，一定会晕船。那个不是什么风平浪静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安全的月份或者是季节，其实都是危险的。我能不能这样讲一句？如果今天我们的观众他为了去报名一个南极登岛的探险级别的这个游轮旅行，然后有人宣传说，我现在带你去这个船期，带你去这个季节是 guarantee 风平浪静哈，保证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其实可以讲说都是骗人的？对，没有人能保证。科学家讲这句话哈，大家就是听天由命吧。反正邮轮公司安排的南极能够走的季节，也就是从11月份到3月份，其实3月份之前基本上都走的对差不多了。对，那这一段时间已经是邮轮公司认为它能够 认为是 handle 的，可以的。对它能 handle 得了的对这一些，还有它 handle 不了的，可能连你的人身安全都不能够保证，是不是可以对这样认为？对，有一些邮轮公司是在那个66.33以嗯以北走，绝大嗯，部分包括 Viking，有个别的邮轮公司在走66.33下面，但它也好像只刚刚越过那根线，它就不走，因为对，价钱差很多，那就是更航线的价危险，格差很多，而且价钱我越高越也研究危险。了，对，我也哦，价格嗯，越高越危险。对呀，因为他要付的风险越大嘛。好，这个是个很好的观念，很多人觉得价钱越贵越安全，不对，我觉得价格越高越危险，邮轮公司要承负的担的责任负的责任更大。就是南极圈那根线，以对，南和以北，从景观上有不会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对并不会有我来说，太大，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就是那个纬度嘛，只是大家只是为了就是说踩线这一瞬海定间，就跟北极对自圈一样，己对北极自己的意圈的定义义跟南有多大，极圈的定义。对，对自己的意义，我有没有进那个圈。玩遍全球7大洲？我是不是南极、北极都要去一趟？这样我人生无憾。对于还有徘徊在这根线以南和以北的人来说，Philip 其实觉得有没有踏进那个圈意义并不是那么的大，就是对你看到的景观、你的感受来说，反而对是给你的整个游轮旅行的风险，哎，增加了它的风险，对，反而我觉得主要是不管价钱便宜还是贵，你要找一个真的能走极地的船，有破冰系数，然后是为了
走南极北极而建的船。像 Viking 是到6级。6级，对我也查了下1、2和3、4，基本上就是像军事的破冰和就是纯科学科考用的对，破研究船，冰系数。对，对，研究还有一种就纯就是真的破冰船。就真的为了破冰而开的船。豪华游轮吧，或者是说游轮级别，你还是可以在游轮上享受一下的。Viking 那个级别就是5级6级，到6级，就是对，最 average 的，其实是差不多算是最高标准了。应该是最高标准。对，通常海冰、冰山，很多人分不清楚海水结成的冰叫海冰，啊。冬天天气冷，海水结冰，那个叫海冰。嗯春天、夏天海冰会化，对不对？就变成嗯海水了。嗯，冰山是一直在那里的就是 glacier。，glacier 或者是对，就是基本上不动，或者是不会因为夏天或冬天它会融一点点，但是它一直都在。所以为什么到南极你要走那些南极的冰洋的时候，嗯，你就只能在夏天走，它冰比较少。你如果到冬天，它海冰通通都结起来了，你哪也去不了啊。所以我们要迁就的，为什么是这个季节去？我们要就迁是没有，就的是就是没有海海冰。冰。那你要对去南极是去看它的冰山，，glacier 是看它没那些不化掉的，或者是对你化对。掉不是你肉但是眼可以但是你在感受夏天，到的你不要海上有海冰，让你的船进不去。所以阿拉啊。斯加也是冬天不能进，因为海是的，面都结冰了嘛。是的，那因为南半球跟我们是反过来的嘛，跟北反半球是过来的，反过来，所以就是所以才十一月到会到，3月。才会到11月到3月之间才是适合去南极。我想知道，Philip，如果作为一个从来没有过极地旅行、极地探险游轮经验的人，你觉得比较完美的一个游轮极地探险的经历，那这趟旅行我们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吧？我觉得以旅客来讲，这个不应该是你的第一个 trip，嗯哼。第一个 cruise。你应该都是你应该有个旅行对他的经验的你人。有游嗯哼。轮或旅行的经历，嗯，甚至你当过背包客或者你爬过很高的山，你自就是你己要有有被旅那种行或者是 on the trip 这件事情你要磨练过有旅行，的人。或者是有一点探险的那种嗯心情跟准备，而不是你是要来放松、躺平跟度假的心情。然后你自己要做一点功课，你为什么要去南极？你如嗯果连 Shackleton 那本书或者他登陆南极的经历你都没有看过，你嗯凭什么去南极？你不能因为我荷包满满，我钱多，我就是要去，对不对？你要知道以前的人去受了多少的灾难，多嗯少的痛苦，然后多大的困难，嗯，然后我们现在竟然船搭一搭，然后就可以踩到南极，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我觉得大家要学习感恩，怀着感恩的心。花对，花一点钱就可以登到南极。你想想看，以前多少人要付连命都出生没有了，命的代价。付出生命的代价，然后呃，才登到南极，然后嗯，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探险任务。所以首先是心态，我觉得我们是不个人是有这个准备？个人的心个人的态要调整，准备。嗯。你自己要调整，绝对不是去度假，是一种学习，但是一种是也要有同样的一个心态是，无论你这一趟旅行看到了什么，错过了什么，都不要为此而特别的纠结，因为这都是讲句那个一点的话，就是这其实是老天爷为你安排好的。对，老天爷为你安排好的，没有错，不要抱怨，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任何扫兴的事，其实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嗯你自己知道天气不好，你自己知道海象不好，你自己知道可能会晕船，你自己知道可能上不了岸。如果每一样都达成了，你就要说我自己真是幸运；如果没有的话，那是正常的。你知道吗？哦看了你的视频，然后看了你的留言，我觉得第一个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你敢把这些这个邮轮公司啊或者旅行社的这些东西，你都赤裸裸的讲出来，你都不怕得罪人。因为我不跟他们站在同一对，边呢。我很佩服你。第二个就是你讲的东西真的是懂的人才知道有多重要，然后多好料，那么多的干货，
那很多很多华人还是需要你继续不停的教育他们，不还是能这样讲。需要你不停的教他们。真的，我在 Viking 游轮3转，华人非常少，每一转376个客人，188个房间，只有1对华人。每一转都只有1对华人。你就知道华人在 Viking 上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少，并非主流的邮轮航线上就更加少，非常少。我的心愿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今生无缘看到我的视频，那一切 fine， 我们互无干戈。但是如果只要看过我EO的视频的人，我就不允许你处在一个无知的状态上踏上邮轮旅行。代表我的观众非常非常感谢，今天在我的频道里面请到了这一位科学家来代表EO，把我很想跟大家讲的话该跟大家讲了，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